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被送进养老院的老人这一种结局，很多人看完后悔了，一起来听听。有的人把老人送进养老院，交过钱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其实不然。近年来，随着人们对养老问题的关注逐渐加深，社会上关于养老院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，其中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：老人在养老院中被伤害，养老院乱收费，食宿条件达不到入院时要求，老人在院中被孤立等等。甚至健康的老人住进不好的养老院，往往没几年就去世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养老院更像是一所学校。各位可以想一想自己在上学时期的所见所闻，校园欺负、同学老师孤立、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等，这些情况几乎在养老院中都会发生，甚至更为严重。相较于年轻的孩子，老人大多数多病且体弱，完全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2019年，一位100岁老人在养老院去世，去世时老人102岁。据其家里人称，老人送往养老院时身体还十分硬朗，神志清醒，还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。面对养老院的辩解，家属并不能完全接受，于是提出了查看监控的要求。这一看，全家人都愤怒了。监控显示，原来是老人在去世前7天，每天晚上老人都是被绑在床上睡觉的，老人数次挣脱又被数次绑回去。院方美名其曰为老人安全考虑，防止其间接乱动对自身安全造成影响。有子女家属的老人尚且如此，那没有家属的老人呢？这个问题我们完全不敢想。此前网上的一个事情曝光之后，迅速引发了很多人的唏嘘。一个博主在网络上面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养老院故事，而这个真实故事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养老院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作者的二舅公，曾经是广州本地人，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活得十分潇洒，身边的人都非常羡慕。自从自己的二舅公与自己的前妻离婚之后，后面也就没有再选择结婚，同时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也没有孩子。之后这样的快乐日子过了几十年，那个时候身边的人都十分羡慕他，他没有儿女的负担，也没有生活的压力，一个人挣钱，一个人花，生活毫不自在。一直到去年，二舅公突发脑梗，直接无法下床，因为无儿无女，所以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养老院。而当时自己的二舅公因为本身没有太大压力，也有这么多年的存款，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广州一所极为高端的顶级养老院，想要快活地走完后面的人生岁月。原本以为自己付出了如此昂贵的成本，应该会得到更好的照顾，自己也会过得很体面，可是事实却远非如此。仅仅在养老院待了2个多月，二舅公就撒手人寰，而这样的结果让身边的人都惊呆了。按照道理来说，如此高规格的养老院环境也不错，老人也享受着星级一般的服务，服务质量按道理来说应该也是最好的。可是实际情况却是短短几个月，老人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。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随着越来越多的事情真相爆出，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明白，所谓的体面并非只是给钱就可以得到，老人有时候要比小孩子更难以照顾，一个代表着新生，而另一个则代表着衰亡。有时候面对这死亡，很多人是很厌恶的，
尤其是一个比自己还大很多的人，却生活无法自理，随地大小便，甚至无法下床。再加上无儿无女，再好耐心的人在看到你身边无依无靠，无儿无女之后，其实生活当中的种种丑恶与阴暗面都会接踵而来。无儿无女的真实养老院情况，也许比你想象中残酷得多。很多老人无儿无女，在养老院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余生，最后的日子过得毫无尊严，不仅备受欺负，而且没有希望，更没有人探望。而养老院对于这些所谓的无儿无女，也没有直系亲属的老人，一般都是区别对待的。而上文中的老人就是如此，因为脑梗无法下床活动，所以只能整日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为了维持生命，只能等着养老院的人给自己喂水喂饭。因为生活不能自理，所以长期在身体底下垫的成人纸尿裤，你尿满了甚至拉满了，养老院的人才会来给你换。而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各种细菌和微生物迅速蔓延。在养老院的最后2个月里面，老人受够了各种伤害和侮辱，甚至经常会被语言辱骂。可是最痛苦的一点是，老人虽然身体不便，但是脑子却十分清晰。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痛苦循环中不断的煎熬着，直到最后老人彻底丧失了希望，变得绝望。就在这样的绝望中，老人逐渐走到了油尽灯枯。有人说衰莫大于心死，一个人没有希望，只有绝望的时候，甚至一心想死的时候，那么病情只会变得更加严重。最终在2个多月的时候，老人终于离开了人世，这对于他而言何尝不是解脱呢？这些事情在养老院比比皆是。在很多养老院的登记老人入住信息当中，都会很明显的显示一列，就是老人的亲属信息。如果填写比较详细，并且备注会经常过来探望，那么就会被优待。而如果没有，也没有人探望。钱有时候买不到尊严，儿女才是你最大的尊严底线。年轻的时候多么爱玩，多么爱折腾，多么爱自由，而这些到自己年老时，都会渐渐印证在自己身上。正如一句话所说的，在养老院那些无法言说的伤痛，有意无意的冷漠和孤立，足以扼杀任何一个老人求生的意志。无儿无女，女性要对抗的是整个人性的底线和残酷。但是可怕的是，往往人性经不起现实的考验，这就是现实。有人总是觉得子女是自己最大的负担，甚至将就年轻时候的洒脱自由。可是这一切自由和洒脱的最后，都会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一件一件的回报在自己身上。孩子的意义有时候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，更是自己年老时最大的依靠。都说百善孝为先，孝顺是善良的根本，也是一个人福报的来源。父母就像大树底下的根，而我们就是那树上的枝叶，只有根稳了，才能枝繁叶茂。老人常说孝顺，孝顺，孝了才会顺。原来一切不顺皆是有因。善待父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，孝顺父母是一个人人格魅力的体现，吸引人们想要靠近结交，让人们从心底不自觉的欣赏敬佩，也吸引贵人心甘情愿的出手相助，让自己贵人运越来越佳。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就从善待父母开始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